昨晚，有多少人因为一首歌想起了家？烟雨朦胧，艾草青青，一把油纸伞，一袭素雅衣裙，她站在央视的舞台上，轻声唱出语 quote， 这端阳，那端阳，处处都端阳，语 quote。 那一刻，屏幕前的你有没有鼻子忽然一酸？她叫谭松韵，很多人叫她语 quote， 国民甜妹语 quote。 但今天我想告诉你，她身上藏着的远不止甜。谭松韵1990年5月31日出生于四川泸州叙永县，一个山水之间长大的女孩。2001年，她进入四川省舞蹈学校学习古典舞与民间舞。那时候的她或许没想到，有一天自己会站在全国最大的舞台上，用一把油纸伞撑起数亿人的端午记忆。2007年，她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。从四川到北京，从山间小城到最顶尖的演艺殿堂，这一步她走了整整6年。很多人认识谭松韵是从2016年的《最好的我们》开始的，那个眼神里永远藏着光，青涩却又执着的耿耿，几乎成了一代人青春的代名词。后来是以《家人之名》里古灵精怪的李尖尖，锦衣之下里机智聪慧的云浅，每一个角色她都演得细腻真实，让人看不见表演的痕迹，只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人。但你们不知道的是，就在她笑得最甜的那几年，她经历了人生中最深的黑暗。2018年跨年夜，本应是一家人欢聚的夜晚，谭松韵的母亲在一场意外车祸中受了重伤，那名司机酒后驾车肇事逃逸，而谭松韵的母亲在医院坚持了整整20多天，最终还是没能撑过来。那一年她才28岁，失去母亲的她没有从公众视野消失，她选择了继续站在镜头前，继续笑，继续演。那些不知情的观众还是看到那个甜美的谭松韵，但只有真正了解她的人才知道那个笑容背后有多沉。这件事的背后藏着一个演员最深的职业信念，舞台之上，把悲伤留给自己，把温暖给出去。如果你也被她的故事打动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不只是语 quote 甜妹语 quote 的谭松韵。时间来到2026年，这一年谭松韵迎来了属于她的爆发。先是逍遥，2026年第一季度古装奇幻剧正片播放量冠军 7.71 亿。接着是我的山与海，3月电视剧正片播放量冠军 4.13 亿，同时创下央视 CCTV 8频道第一季度收视率最高纪录。两部剧前后脚拍，前后脚播，拍摄周期加起来将近1年，不到3个月就全部完成。没有平台的强力托举，没有顶级排播优势，每一次都是逆风局，但他每一次都赢了。就在那些数字背后，有一件事更让他的粉丝们动容。为了我的山与海里那个来自西南山区的女孩方婉之，她坚持素颜出镜，主动晒黑肤色，深入电子工厂一线体验流水线作业。从20岁演到50岁，横跨30年的岁月沧桑，全都靠眼神和身体语言自然流露，没有一丝用力过猛的感觉。有人说谭松韵是那种语 quote 越看越有味道语 quote 的演员，年轻时看她觉得甜，年岁渐长再看才发现甜的背后是一层又一层磨出来的质感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她站上6月19日央视端午特别节目的舞台，那个叫做百舸争流送端阳的晚会，那一刻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语 quote 哇谭松韵又出现了语 quote， 而是语 quote 她回来了。语 quote 回到哪里？回到那个最初的地方，传统的温暖的属于每一个中国人记忆深处的那个地方。那晚她和张云龙、张远、任敏4个人共同站上舞台，合唱一首《端阳》。烟雨朦胧，艾草青青，一把油纸伞遮住了半边身子，只露出她温柔的侧脸和轻轻开合的嘴唇。语 quote 这端阳，那端阳，处处都端阳。语 quote 那声音不高亢，不激烈，就是那么轻轻的，柔柔的，像清晨的薄雾，像艾叶的香气，像外婆手里包着的那颗粽子。说真的，
很多人那一刻眼眶就热了，因为那首歌唱的不只是端午，唱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最软的那块地方。是小时候妈妈从厨房端出来还冒着热气的粽子，是外婆把五彩绳绑在你手腕上，一边念叨着与 quote 岁岁平安与 quote 的那个早晨，是长大之后在外漂泊，闻到艾草味，鼻子忽然就酸了的那个瞬间。你有没有这样的记忆？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最难忘的一个端午是怎么过的？谭松韵从四川的山水间走来，骨子里本就带着南方节庆那种湿润的缠绵的气质。端午节在南方人的记忆里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假日，那是雨，是粽叶，是艾草，是江边那些载着屈原传说的水声。而他恰恰就是用这样的声音，这样的气质，把这份记忆还给了我们。很多人喜欢谭松韵，说不清楚为什么，但我觉得答案就藏在这个端午的夜晚里。第一，他从不用与 quote 用力与 quote 来证明自己。这个行业里太多人拼命的喊，拼命的闪，拼命的让你记住他，但谭松韵不是，他站在那里，不争不抢不刻意，就是那么安静的把该给你的东西轻轻放在你心上。第二，他一直是他自己，从最好的我们到我的山与海，从荧幕上耿耿的青涩到舞台上方婉之的沧桑，他变的是角色，不变的是那双眼睛里的温度。那个从四川小城走出来的女孩，走了这么多年，还是那么真实，那么干净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他唱的与 quote 岁岁平安与 quote 不只是唱给我们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对于一个28岁失去母亲的人来说，与 quote 岁岁平安与 quote 这4个字意味着什么？那是他最渴望却再也无法给到最重要那个人的祝福。每一次他对着镜头笑着说与 quote 端午安康与 quote， 每一次他轻声唱出与 quote 岁岁平安与 quote， 他心里或许也有一个人，一个再也无法收到这句祝福的人，所以他把它唱出来了，唱给台下的观众，唱给1年1度的端午，也唱给那些已经离开我们却从未真正离开过我们生命的人。因为有些思念是不会随着时间变淡的，相反，它会像端午时节的细雨一样，悄悄落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。平时忙碌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学会了接受，可当某一句歌词突然响起，当某一个熟悉的画面再次出现，当某个节日悄悄来临的时候，那些藏在心底最柔软的记忆，还是会毫无预警地被轻轻唤醒。谭松韵站在烟雨朦胧的舞台中央，一袭素雅装扮，一把油纸伞，一手端阳，没有刻意煽情，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，却偏偏让无数人红了眼眶。因为他唱的早已不只是一首歌，他唱的是很多中国人共同拥有的情感记忆，是小时候母亲包粽子时厨房里的香气，是外婆坐在院子里摇着蒲扇的身影，是父亲沉默却温暖的守护，也是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感谢和思念。我们总以为爱一定要说出来，可长大以后才发现，最深的爱往往都藏在沉默里。很多人已经没有机会再对那个最想念的人说一句谢谢，也没有机会再说一句我爱你，甚至连一句最简单的最近过得好吗都永远失去了回应。于是当谭松韵轻轻唱出那些关于团圆，关于思念，关于岁月的旋律时，很多人听见的不是歌词，而是自己的故事。那一刻，舞台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消失了，每个人都仿佛在歌声里看见了自己最想见的人，也许是母亲，也许是父亲，也许是爷爷奶奶，也许是某个再也无法重逢的人。而这正是音乐最动人的力量，它无法让时光倒流，却能让记忆重新发光，它无法带回离开的人，却能让那些爱与牵挂继续留存在我们的生命里。所以当歌曲结束，掌声响起的时候，很多人感动的并不是表演本身，而是终于有人替他们说出了那句一直哽在喉咙里，始终没能说出口的话：妈，岁岁平安。短短4个字，承载的却是一生的牵挂。如果你也有一个正在想念的人，如果这个端午节你也曾因为某个瞬间而湿了眼眶，那么请把这份温暖留在评论区，告诉那个你最在乎的人。